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哦，吹蜡烛啊！就跟吹蜡烛，妹妹一起吹。靠近一点，用力，用力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个。好，好，开灯，开灯。3年多带孩子的经验让我知道，小孩子非常需要仪式感。有些仪式感如果有恰当运用，小孩子的吃饭、睡眠、上厕所等等生活自理技能都能较早开启，为家长省下不少力。这天是儿子壮壮的3岁生日，我们的庆生仪式就选择在六福村内度过，寓意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忘了说开场白，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，来自上海，因为爱情嫁来台湾，因为家庭和小孩留在台北生活。原本是一个广告设计师，现在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，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湾的日常生活。听说六福村是一个所有台湾人都来过的地方，现场成人票价1199，而网上购票的话只要899。我想很多被觉得不会使用电子支付的老年人，如果独自出行的话，应该也会为了这300学习一下。进村先喂小动物，这里可以喂的品种挺多的，有各种小羊、绵羊、山羊、本国羊、外国羊，还有喂小马、草泥马等。妹妹会害怕。你看哥哥，那你给哥哥，你给哥哥。妹妹好，不怕，让妈妈喂，妈妈喂。小羊吃的比较便宜，50一份，小马就高贵些，要100。他们都爱吃的胡萝卜也是100一份，可比我在北投市场买的19元1斤贵太多了。好可爱，对不对？我还挺好奇，要是有个土豪大撒币，一次买了许多，让小动物吃撑了会怎样？不过想来贩卖人员应该会按量配给，这个方式真的挺好的。本来就自己要喂的动物，还能把口粮2次销售，而且还限量，应该也算是一种饥饿营销了。这个区域还有一些适合小朋友的电动玩具，这台非常复古的旋转木马，总感觉曾出现在一些恐怖片的情节中，难怪妹妹一看到就要哭。绕这个圆形区域一圈，还饲养着火烈鸟、台湾黑熊、红毛猩猩，以及鸟园和灵长类园区。而区域最中央就是《狮子王》里的大明星丁满一家，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，甚至还可以让小朋友置身其中，近距离观察这些草原观察者。有些遗憾的是，当日鸟园在维修，而观看灵长类的设施，一个叫做猴子型大运的空中脚踏车也碰上维护，所以无缘这2个区域。但是接下去走过一个有许多钉满的楼梯后，就是这片区域最让人充满惊喜的体验项目之一——蒸汽火车。它实则是蒸汽火车造型的有轨电车，在一片遍布非洲大草原上的草食动物区域绕行，车速不快，便于观赏，且火车四周通风，大夏天也不会太热。整个过程大概能持续20分钟。我很喜欢这个行程，确实和坐着改装越野车在非洲大草原上 Safari 的感觉很像，是一趟充满惊喜和刺激的体验。我们看到刚被领导训过话泡在水里冷静的河马，
没有团队精神，意见不合就开始撕逼的犀牛。一大群自以为是，但大家都知道你只是关系户的肉质鲜美的白鹅。以能跳而出名的非常能跳槽的非洲大羚羊，每天加班到头大的美洲野牛，明明在偷懒，却总是拿它做勤劳榜样的非洲水牛，无所事事又爱嚼舌根聊公司八卦的四脚羊，还有不好意思你哪位的透明员工，以及闲着没事就爱在公司晃悠搞得人心惶惶的长颈鹿老板，还有一些每天卡着点等打卡下班的山羊。可惜的是，由于坐完蒸汽火车后太兴奋，而刚好是午餐时间，想着要先给2只小的解决吃饭问题，就把猛兽区给完全忘记了。之前一直以为六福村只是一个野生动物园，直到在充满异域风情的精灵餐厅用餐稍作休息时，瞄了一眼导览地图，才知道原来现在的六福村建设有6大主题的游玩区。刚才看动物的地方叫非洲部落，而现在异域风情这片是阿拉伯皇宫，再来还有南太平洋、美国大西部夏天才开放的六福水乐园，以及进来时完全被忽视的中央魔术广场。其实严格来说，中央广场并不能算游玩区域。看网上资料说，未来会建设一个温泉泡汤区域。以一个北投在地人的角度来想，这个温泉区域可能会叫北投风情。同时，我非常惊讶于乐园老板的远见，因为从1979年开园起就已经叫六福村了。而当时仅仅只有野生动物园这一个主题。我怀疑老板是一个时空旅行者，从40多年后穿越回去的，否则怎么没叫一福村或者福气村，而是直接就叫六福村呢？阿拉伯皇宫区域不太大，几乎一眼就能望穿。这里最刺激的要数这个风火轮的项目了。当天虽然是周6，但是人真的不多，无需排队直接上轮。启动的时候人也没坐满。过去此类乐园的所有游乐设施都无法让我产生恐惧，但说实话，这次坐在上面的时候，脑海里竟然有一丝波澜，心想前阵子地震不会把设备的螺丝震松了，没有及时检修吧？甚至想到设备启动后，在那回转的时候发生地震，会不会整个倒塌下来？好啦，秉着怕就不做，做就不怕的原则，既来之则安之吧。你想玩呢？那你要吃饭长大好不好？我不要。怎么样，爸爸？可怕吗？已经不可怕，太慢了，太慢了。要太慢。后续在餐厅，我和果果一人抱一个，让2个小孩午睡一下后，就跟阿拉伯城堡说拜拜。下一站要去南太平洋历险了。Discovery 频道在2009年有出过一套名叫《南太平洋》的纪录片，让我惊叹于这片世界上最大的海域。
比所有陆地相加，再多加一块非洲大陆的总和还要大，而陆地只占其中1%。许多岛屿交通工具难以抵达，是地球上最神秘的地方之一。但六福村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，原来南太平洋有恐龙。来到游乐园，总难免会玩一些看上去很简单，实际却很难的挑战项目，很明显的验证了一句话：把别人当傻子的人，通常自己才是傻子。当然也有些送福利的项目，不让小朋友失望，非常佛心。啊？那就这是几？对，这是多少？2，对。2个。你要跟妹妹说，你跟妹妹说。那怎么样？不用说的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怎么说？妹妹，借我玩。借我玩。你要客气一点。妹妹，请借我玩，妹妹。谢谢，借我好不好？借妈妈。借哥哥玩一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借哥哥玩一下好不好？借哥哥给哥哥玩一下。不要。那你再玩5秒钟。1、2、3、4、5，拿。借哥哥玩一下好不好？这片区域适合儿童游玩的电动玩具还不少，不过有些真的有够刺激，以至于我都怀疑该不该让刚满3岁的儿子1天之内接受那么多刺激，都要把他刺激成鸡童了。好险事后安然无恙，证明了六福村充满了福气。再去往六福村的最后一个主题区域——美国大西部。此时天色渐晚，乐园也临近关闭。在路上听见2声老鹰的啾啾叫声后，果果告诉我那是此处最出名的笑傲飞鹰项目。迫不及待走到那，发现设备今日已经停运。看来今天的游园会就到此为止了。往出口走的时候，看见几个印第安人的模型，在美国大西部的主题下，放着几个拓荒时期的美国人曾经屠戮过的原住民模型。当然我能理解这是整个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元素，只是在越发文明的社会下，是否应该再想想呢？好了，那我就先也不多想了。早先上海也有许多不同主题的乐园，什么美国梦幻乐园啊，什么福禄贝尔科幻乐园啊，当时一股乐园潮，
后来因为地处偏远，经营不善，全部都倒闭了，变成废墟乐园。而六福村竟然在1979年开园后，持续至今已经有45个年头了，反倒是还在规划加入新的主题，不知该说是老板经营有方，还是台湾人的长情专一呢？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大家再会。